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这支影片有点特别，这是我第一次发表 AI 制作的影片。我将1990年，就是36年前，我去普吉岛度蜜月的时候的照片，利用 AI 将它转换成旅行影片，分享给大家。为什么我会想这么做呢？因为这几年 AI 盛行，尤其是最近这1-2年 ，AI 进步神速，很多人积极的拥抱 AI， 也有很多人担心 AI 会不会抢走我的工作而感到忧心。我是在今年年初看到一则新闻，非常的有感。那天晚上，我因此而失眠了1-2个小时，在思索这个问题。这则新闻提到，有一款新上市的 AI 应用程式，令好莱坞感到恐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往好莱坞要花上上千万美元才能制造的电影特效，现在 AI 很轻松的就能够制造出这种电影效果了。我看到这则新闻是有很深的感触，连影视帝国好莱坞都感到恐慌了，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 YouTuber， 如何抵挡这一波的 AI 浪潮呢？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。例如许多旅游 YouTuber 会想去拍北极光，那他们可能搭飞机坐到阿拉斯加，或是挪威，或是芬兰，或是冰岛。那这样的旅费起码是新台币10万起跳，然后才有机会拍到极地北极光的美景。可是这些 YouTuber 辛苦拍出的影片，在网络发表之后，立即就会被 AI 吸收消化，而成为它的养分。而一位懂 AI 的创作者，他不必出门，只要坐在电脑前，用键盘下指令，那他就可以轻易做出一个主题，全世界最美的10个拍摄北极光的景点。他只要将这个主题丢给 ChatGPT， 请 ChatGPT 帮他写出1500个字的文案，那几秒钟之内，这个文案就产生了。然后 AI 可以自动配音，这些文字就有了旁白。然后他将这些文案再丢给 AI 去自动生成影片，那 AI 就会从全世界所有拍过北极光的一些 YouTuber 或是电视或是纪录片所拍摄的影片，然后综合出一部符合全世界最美的10个拍北极光的景点这样的一支影片呢。而这样的一支旅游影片，因为结合了100家甚至1000家精华，做出来的效果反而比个别 YouTuber 辛苦拍摄出来的北极光影片还更受到大众的喜爱。如果你是一个旅游 YouTuber， 面对这种情况，你会作何感想？连好莱坞都恐慌了，作为一个 YouTuber， 怎么不会恐慌呢？当然我是没有那么恐慌，主要是因为我今年就满65岁了。以社会的定义来讲，我今年迈入老年，是已经到了可以含饴弄孙的人生阶段了。但是我还没有孙子，所以也没办法弄孙。而常言道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所以要积极的面对人生。而先贤也说过，人生70才开始，所以我还有5年的时间可以准备，以因应70岁的时候新的人生的开始。所以我决定要积极的学习 AI。俗话说，打不过就加入它。所以我今天要发表的这支影片，算是我最近学习 AI 的成果发表会吧。我将36年前蜜月旅行时拍的照片，利用 AI 把它转成是一部影片。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制作的流程。首先，我将我蜜月旅行的过程，用条列式的方式写出大纲，然后将这些大纲丢给 ChatGPT， 请他帮我写一份有分镜跟旁白的脚本。那没想到几秒钟 ，AI 就洋洋洒洒的写了一份脚本给我了。接下来 AI 可以自动将这份文稿做旁白，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自己配音，所以配音的部分我就不请 AI 帮忙了。然后我就根据 AI 写出来的脚本，那从我蜜月照片里面找到适合的场景的照片。那如果有些场景找不到照片，那也可以请 AI 生成出一张适合那一个画面情景的照片。
最后我就将这些挑选出来的照片，一张一张图片，请 AI 将它生成为一段一段的影片。那最后我将这些影片串联起来，加上我录制的旁白，就剪接成一部 AI 制作的影片呢。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用 AI 制作的第一支影片，将36年前蜜月旅行拍摄的照片转换成一支蜜月旅行的影片。这是我们7天6夜的蜜月旅行，普吉岛。第一天，我们抵达泰国曼谷，入住曼谷喜来登皇家兰花酒店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在饭店享用早餐。上午，我们参观著名的卧佛寺，以及气势恢宏的泰国王宫。午后，我们游览湄兰河，欣赏河岸佛塔，也登岸参观佛塔。晚上，我们搭机飞往普吉岛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们都住在普吉岛的克拉曼地中海度假村。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度假村，享受2人世界，或在度假村里游泳，或是在沙滩漫步。其中的一天，我们前往攀牙湾，是著名的庞德岛。这座岛因007电影《金枪人》而闻名。我们的船也停靠在以捕鱼为生的伊斯兰村，在这里享用午餐。另一天，我们搭船2小时前往皮皮岛。皮皮岛的一侧是壮丽的绝壁，另一侧是洁净沙滩与清澈海水。皮皮岛是我一生见过最清澈的海水。我们在普吉岛度蜜月，7天6夜是纯度假，享受悠闲的2人世界。这趟普吉岛蜜月旅行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回忆。以上你看到的就是我用 AI 制作的我的蜜月旅行，普吉岛克拉曼度假村。影片的画质不太好，是因为我是用试用版的，必须购买升级版才能拥有比较好的画质。不过在学习阶段，我认为用免费的版本就好了，等到技术熟练之后再买升级版。如果是用正式版，那么每生成一支影片就会花掉你购买的点数，那万一指令下错了，生成出来的影片不符所需，那这个钱就白白花了。例如我将我老婆这张照片生成影片，因为没下任何指令，那 AI 自动生成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嘿，大家好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坐船真舒服，风景很漂亮。这样的 AI 声音根本不像我老婆，所以影片生成失败，我只好重做。那这一次我下的指令就是，这个女人不要说话，那要面带微笑。那 AI 生成的影片就变成是这样子。这支影片的效果好多了，不过我觉得我老婆笑得太开了，而且移动的动作也太大，所以我又重新下指令。这次的指令就没有下面带微笑，而是要动作自然。所以我试了3次 ，AI 才成功的制作出一段我满意的影片。所以在学习阶段，就尽量利用免费的试用版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我要如何学习 AI 制作影片？那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，因为我自己现在还在学习阶段。但是在 YouTube 平台上有非常多 AI 教学的影片，那建议大家可以搜寻一下，那从别人分享的知识里面去学习 AI。
我能向你保证的就是，如果你想学习游泳，那么即使你看了很多游泳教学的影片，那也是不会有效果的。你必须要下水，就是从做中学 ，Learning by doing。我今天发表的这支蜜月旅行影片，泰国普吉岛克拉面度假村，就是我学习 AI Learning by doing 的一个成果发表会。那我的分享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